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缺点啊，你真的不行哎！但那一件事情我真的蛮自责，我直接下台中。你去台中干嘛？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好，我切哦。今天我们邀请了若仪要来拍一个新的主题，我们要来检讨我们自己。然后若仪是我最近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她常常陪我一起出游玩乐，她超好揪的，你的个性太好了。所以这集呢，我觉得可以聊聊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。然后我们有列出自己个人3点，觉得自己讨厌自己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想先告解自己，我最讨厌我自己哪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会傻眼。什么？我会讨厌我自己节俭。节俭哦，节到很烦。就我以前买东西买什么，想一辈子都不会买。那你就永远卡在那边了。可是我会就是把它加到就是购物车，然后我就会一直看它，然后看到后就把它删掉。我以前会这样，然后我今年我压力太大了，最近很多情绪什么，然后有一天晚上半夜真的不要看购物车，我把它清光了，好开心哦，全部购买下来了。那总共花多少钱？我光是这些衣服啊，实在真的是最近乱花钱。我以前不会这样哦，我以前就因为卡在那边，然后钱都不会花，这样花一花，差不多前后衣服还有眼镜花了就1万多吧。说你最近怎么了？压力很大啊，很可怕我以前不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违反我频道的法则，但是我还是很节俭的。你有看那个吗？唐立淇有说怎样？处女最近会花钱吗？没有，就是今年我们就是会改变很多想法，然后会有很多以前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现在就会去做看，真的啊。对，我们还没讲，他也是处女座，我也是处女座，可是我们2个一起来检讨处女座。我最近就一直在乱花钱，但是我觉得我花这些钱还是真的是很实用，我不会到就是买了不会用啦。你看现在拍片都可以用漂亮亮的，收到直接用，真的。然后节俭到有一些程度，就是我觉得很烦。我以前什么卫生纸什么都节俭到不行，他会把那个种过花的水拿去倒在那个水熏机里面，这样会很恶心。很恶心吗？很恶啊！这些大家看过，自己去右上角自己去看。我太爱玩了，安文的妹妹，太爱玩是怎样爱玩？就是如果朋友约了局，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会去玩。所以我就说，不管你多会是真的。我说若仪太好揪了，我跟我有个好朋友，然后每次就说要找谁啊？找若仪，然后马上就来耶。临时约就是，假如等下10分钟后我们要去吃个火锅，若仪在机场那边飞过来。这种都飙车，我都狂飙。对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约酒吧，然后我都已经迟到，他从基隆还不会迟到，然后大概45分才迟，然后还会说，健身司机100块，司机真是好疯，好喜欢这健身司机，我真的太厉害了。我以前也觉得要克制自己玩，克制久了就觉得人生都在工作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上班真的压力很大，然后我有时候会想要克制自己，但我会觉得，但是我又没有很想要活太久，我就会觉得我马上就会去玩就对了。这也是我在检讨自己的地方。毕竟人没有十全十美啊，我也是觉得我存那么多钱，然后要干嘛？大家都玩那么开心，酒喝那么多，但就是每次去玩回来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去？是因为太无聊吧？你是太无聊才会这样回？不是，但如果真的喝完就不会后悔啦，对不对？你看。也是，对啊，所以我从2020年，大家看我退伍那时候到现在，我其实也都很少出去玩。那我这一点，我有检讨我自己吗？好像没有，承认自己。我们可以检讨自己，也可以觉得自己很棒啊，至少做出改变嘛。你觉得自己太爱玩，那你就未来不要多玩了就好了。像我觉得我最近太节俭，我就没有那么节俭，检讨自己啊。那本来就没有一定完美的地方啊。那你之后帮我算，就是我有没有克制我自己？好像有点太难了。因为每个都很好玩。我今天老实跟他讲，我现在脑袋有点空，因为我最近鼻窦炎，今天讲法一定会很飞。可是我觉得我检讨这后面2点是有点非常矛盾的，就是我很强吗？还是我很爱拖拉拉，因为我就想把每件事情做到好。我做事情又太有效率，但有时候效率到过头就觉得好烦哦，就想放着。可是你在想的当下也是想说，就是要我完美，要把它弄更好，然后更好之后呢，不可能更好，就没有到一个完美的地方。就像我们最近不是要约16、17号，我就卡住我真的是在卡，就是想要怎样才会更好，然后可以彼此很舒服的出去，很自在，然后不会受拘束，然后又可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那我觉得你要先让自己放松。就是我还有觉得自己，就是我有时候会真的太谨慎到后面你就想说放着，然后先做完其他事情，然后再来过。可是是不是你回过头的时候就没有？我会一直卡住。对啊，然后我就会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很高压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事情弄好。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说我太爱拖。就有时候人家跟我约什么时候要吃饭，我就说到时候再回你，然后就没到时候。那我觉得我们就算了，因为这是处女座的通病，是吗？我就很想要完美啊，但是那不然好，不然我们2023，我们就做到8成完美。
我有啊，我我有这样想啊。完美。我卡住了，卡住了。怎么会卡？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缺点，就是我一定要早睡早起，但是我永远做不到。小时候老师都在说今日事今日毕，我就真的是今日事今日毕，然后毕完之后，隔天就很晚起来，因为我又想要完美，要睡饱。那你有去上课吗？因为我小时候一定要搭到交通车，所以一定会把自己睡觉时间缩短。假设我5点半搭到交通车，我就一定要1点2点睡，3点，反正越拖越晚。然后我还是睡眠时间就这样子，但是我一定要那时间搭车，不然就迟到。然后现在是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所以我就是今日是今日毕，然后也睡得很饱，然后今日是今日毕，睡得很饱，然后就越来越晚睡了，就晚睡晚起了。我就是这样子才会变这样子。我以前退伍的时候还在1、2点睡觉，我现在是6、7点睡觉。这个我要怎么帮你请教睡眠？这是不是要检讨自己？我这样这个观念也不是错的吧？不然你先小时候休息1周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们一般一样。我有休哦，对，我连出国去澳洲。那你这样去澳洲，你是不是根本不用调时差？有吗？我那时候刚下飞机，中午12点，然后我就完全睡不着，在飞机上，我就在饭店睡5小时7点，然后时间又调回来了，就是晚睡晚起，又是7点睡觉，然后要去喝酒什么的。是因为你那时候又很压力是？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睡不着，飞机上很难睡啊。真的假的？又king king 我每次都这样我每次吃完饭，然后我就是一躺我就直接睡着。我好羡慕你们这种，又是检讨自己的一点，我们越检讨越多，就是。安眠药这件事情，这可以讲这个吗？应该很正常吧。现代人压力太大，会想要吃安眠药睡觉，然后会想说可以睡饱之类的。但是我有时候想说，我今天还那么累了，不要吃安眠药，然后又睡不着，然后越拖越久，然后就没睡觉了。这很可怕。但你运动，你没有觉得你就是比较释放压力？我运动就是在释放压力，这也是我要检讨的一点，又要检讨。我太逼自己运动了，我每周2休1。有时候想说过几天可能会忙，所以我变成做事休1，然后一直逼自己去运动。可是又觉得运动很放松，就觉得好舒服。可是你这样你就不要放弃这个啊！我没有放弃过啊。对啊，你就是。可是又觉得也很烦，就是很多事情会被这个耽误啊。然后我有时候我机智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我朋友上来台北玩，然后是来台北直接找我吃饭，我吃完饭我就说我要去运动了。做自己很棒，我很做自己啊！这是你刚刚你说的，你要检讨自己一点，你很孤僻。对，但是我想跟你说，孤僻没什么，孤僻最好啊。因为我真的就是会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已经说好我们要去哪，但是如果我就是今天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去，我就会找千百个理由，然后我就不去。有吗？因为我们都是立即约，对，所以你是立即约的人格。立即我就是 OK， 可是如果拖的时间越久，比如说我们今天，然后就直接约，然后突然有事情了就不想要了。对，我会耶，而且要看事情。那有时候被放鸟还很开心。你说你被放鸟很开心吗？会不会有这种心态？我有时候会。对啊，就没有说我突然好没事啊。可是我每次遇到对方，他都是被我放鸟，都很不开心。可能要看对象吧，因为我通常这种朋友一定是秋叶明，我才会互相放鸟。如果是立即约着吃饭那种放鸟，我觉得 OK。好难讲，我们来骂彼此。放鸟，那我真的要检讨我自己耶。怎么说？就是我不能够这样，我们已经很提前约，然后我到那一天我还这样子。看你要做什么事情为主。如果你的事情可以排掉，那你还上那就不对了。我没有你是为什么事情？那为什么你要取消？我不想出门。我是不会啦。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，就是我一个还蛮好的朋友，他结婚，然后因为你放了他。他其实他那时候就是在问大家，就是有谁要去他婚礼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都没有填，因为我们就想谨慎，不想去，或是看时间怎么样。我就不想去，很怕我就是不会去。对，然后不敢回答。就是后来他私下他又私讯我，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？我真的很想要你来。然后我想说完了，人家都已经这样讲，我真的不能不去吧。然后我那天还想说好算，因为我那天就是觉得我感觉可以盛装打扮，然后我还先去剪头发。可是剪完之后就是中间还有一个空窗的时间，我想说不然我回去再躺一下哦。结果躺一躺我就没去啊！你真的不行嘞！我会去，这样太过分了。但我后来有说我要就是补请他吃饭，因为我那天没去，因为我那时候很紧张，然后我还就是骗他说就是我工作临时要去丈量什么之类的。你真的要这样检讨自己？我不会这样。因为我通常这种取消的约是那种棘手的朋友之类的才会改，就是要够熟。如果不熟的话，其实我也不会跟不熟的人约吃饭什么的。我现在这个人已经就最熟的朋友跟没有了。
这其他就可能是点头之交就没了，就不太会有什么约吃饭、约看电影这种，不可能。因为我现在工作实在太忙了，我一周要2个要抱怨，然后还要运动，就没有时间嘞，完全没时间嘞。而且我又是半夜都是凌晨的时候才有空哦，因为我现在工作作息就是我起床就太晚，就想排个运动，因为想说可以让眼睛休息，然后再回来就继续工作。我把1天当2天用。我是很疯，然后你要没睡觉，对，然后现在变这样子，然后又一直出国，然后我出国也是啊，我连出国去日本，你们看那些什么 vlog， 我出去玩的影片都是应急的那一天，然后其他天都是完全起床剪片，然后去东京体育馆健身，然后再回来剪片，或是有时候顶多去social一下，因为想说可以去认识一些日本的朋友去拍片，就是这样。像我们检讨，把自己检讨光了，我的作息也检讨了。那个最不 OK 的事情讲完，你真的要，我真的得检讨，我很坏。好，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行。然后我第3点我要检讨是太有效率到很烦，把自己逼到极致。就我想要把每件事都做完，像我今天不是拍照嘛，我想说拍照都有妆容，然后可以来个拍片。那你刚刚是不是还有拍一支？对，所以我妈想说回来是不是可以再拍2支，这有效率是很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达成之后，我陪你们出去玩，去酒吧我都 OK， 所以我就想说，因为你今天找我出来玩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你帮我把工作做完，我就可以到处飞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就是想在放松的时候把自己分内都做完，然后给自己一个交代，这样很 OK。可是我那么疯，太有效率就很烦，然后就真的又卡住啊。没关系，因为反正我们拿出去玩，没关系，早玩晚玩，还不是都要去玩。其他事情有时候会被太有效率卡住哦，像我有时候很晚了，我就会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去健身，健身里面要点外送，然后还要在桑拿去排一下汗，然后我要做这么多事情呢。那可是你这样可以想很多，因为我们没办法，我做一件事情，我就只能做一件事。然后我有时候这2个小时运动里面，我还要揪团，说什么时候排行程，然后还要教你们买东西，是不是很烦？然后又没回你，你还敢讲我是疯子。那你现在要减少，你现在要减少一天要想的事情。我有在努力。那我跟你相反，因为我会太健忘，我会忘记我要去做什么事。健忘嘛，对，例如健忘哪些事情？我的健忘就是生活上，就是有2次，而且是同一个人，然后就是他办生日派对，但他这个有很严重吗？生日派对就算了，我真的忘记耶。如果我的生日派对你真的忘记，我可能还会就体谅一下就算了。就是我真的每个啊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最神奇的一点就是，假设很多人的局，其中一个没来我也不 care，但是如果1对1的话，就是看我自己忙不忙。如果我真的是把事情抽空为了你，那我就会生气。但是如果我平常的话，我就觉得没差。对我来说，全民放无聊，我说就不 care。但那件事情我真的蛮自责。你说生日派对吗？对，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真的蛮好的朋友。他第1次的时候是搬他家，而且他也提前1个月跟我讲，每一周都跟我说。然后重点是到了那一天之后，我就真的忘记了，我直接下台中。你去台中干嘛？去找朋友。你还敢讲？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就问我在哪。我说我要去台中啊，我在高速公路。他就说重点是我到那一刻我都还不知道，就是这还都不。他怎么他是很错了？对，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办？那没事这样。然后他就过了一段时间才跟我讲，然后整个傻眼。然后重点是隔1年他的生日我一样。但我忘记我去哪，我也直接忘记。知道他的生日，他都不会再找。我都不知道你有这种个性的，完全不知道哎。但是我是真的很自责，我真的我有改变我自己，因为我就会把所有生活的事情我都会写在那个行事历上。我觉得朋友之间找时间好好把话说清楚吧，就是跟他说你有放在心上就好。哦，我们之前好像真的要蛮内心的。我这样会不会感觉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？糟糕吗？不会啊，你至少把自己打理好啊，至少你有把朋友事情放在心上，而不是你真的全部不知道。照顾好自己最重要了，而且好重要。好内心，我真的觉得我做起真的不行。好啦，如果以上你对于我们的这几个检讨点有什么问题，要在底下留言，然后你也可以说说你的自己该检讨哪些点，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在一起检讨，一起检讨。下方面见，左上角有若隐的爱就可以知道，拜拜。好烂哦！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哎。真的假的？会吗？你觉得很好吗？你觉得 OK？